我陪了他10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我以为我们就是别人艳羡的天作之合。婚礼当晚，他搂着白月光躺在床上，抬手给了我一巴掌。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我挺着大肚子苦苦哀求他开门。他在阳台上冷眼看着我，而我身下的血早已染红了裙子。后来他单膝跪地吻着我的手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我爱你。我莞尔一笑，双手比划，我听不见你说什么，早在婚礼那晚，我的耳朵就聋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要开始了，去验金人呢？妈妈着急地问。妈，你先别急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我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，双手不断比划，心却沉了下来。去验金，连我们结婚的日子你都不愿意放过我吗？我天生耳疾，只能勉强听到1米内的声音。他不愿意学习手语，嫌弃我戴助听器丑。我不断练习唇语，只为讨他欢心，只为在结婚那一天不带助听器，也能听见他说我愿意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选择我只是因为我们门当户对，外加我对他死心塌地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他的心从未在我身上驻足。他爱他那贫穷的白月光，甚至不惜娶我，只为保全那个女孩。我本以为他至少会尊重我，但是哪怕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他仍陪在那个女孩身旁。那我算什么？我陪伴的这10年又算得了什么？硕大的化妆间只有我一个人在孤零零的等待，外面人声鼎沸，我的心却染上阴霾。我仅仅希望他能及时到场，其他别无所求。到了！媒婆急冲冲开门，推搡着屈燕金进来，屈妈紧跟其后。我喜出望外，连忙往门口看去。屈燕金不耐烦地扯松皱巴巴的领带，白色的衬衣上尽是酒渍和口红印。大喜日子，你这成何体统，还不赶紧换掉你这身衣服？屈妈假装生气地呵斥几句。虽然明面上是门当户对，但是我知道我们2家相差太大了。屈家只有一个听话能传宗接代的儿媳妇，只要不是那个贫穷的女孩，是谁成为儿媳妇，他们根本不在乎。你已经迫不及待想嫁入屈家了吧？别以为当了屈太太就能高枕无忧，还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坐稳这位置了。瞥见我精致的白色婚纱，屈燕金冷笑一声。她换上一套新的黑色西服，衬得整个人英俊挺拔。她绅士地向我伸出手，摆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。我将手放在她手上，与她相握，忽略掉前面剑拔弩张的气氛。媒婆识趣地说：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是吗？只有我知道她的手有多大力，几乎要将我的手捏碎了。迎着灯光走过红毯，我们站在众人面前宣誓。请问白秋欣女士，你愿意与屈燕金先生结为夫妻吗？我愿意。我红着脸回答。请问屈燕金先生，你愿意与白秋欣女士结为夫妻吗？屈燕金却没有回答。司仪又重新问了一遍，却还是得到一阵沉默。司仪尴尬地笑了笑，打圆场跳过了这个环节。交换过戒指后，应该要一起回婚房了。在开车门前，屈燕金的手机震动了几下，他掏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看见里面的消息：你现在能来陪我吗，哥哥？这里停电了，我一个人怕黑。没有给我上车的时间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就丢下我一个人开车离去。我的心感觉瞬间被利刃刺过。明明他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明明他知道应该要陪我走完全程。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大家都在忙前忙后收拾东西，晚上很难打到车。
回家大宅里只有我们的婚房还亮着微弱的灯。我多希望是曲燕金为我留的，哪怕他已经睡下了。我轻声推开门，却五雷轰顶一般定在门外。这个女的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撕声裂肺地吼道。曲燕金抱着林微微躺在铺满花瓣的婚床上，被子上还绣着一个大大的喜字，真讽刺。我的手指甲几乎要插进手心里。曲燕金看着怀里的人，不禁皱紧眉头。他下了床，走到我面前，抬手给了我一巴掌。我的脸瞬间肿起来，这一巴掌打得我晕晕乎乎，脑袋里嗡嗡响。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曲燕金不断发出低沉的警告声，最后一把把我推出门。我来不及闪躲，摔了一跤。关门前一刻，我看见那个女人对着我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。我疲惫地来到客房，换下早已肮脏的婚纱，泪水浸湿枕头，我忍不住痛哭，心已经麻木了，痛苦到张口都发不出声音。我想下床倒杯水，却踉跄一下摔倒了。我呆呆坐在地上，没有起来。我聋了。不管是开门还是摔倒，我都听不到声音。早在刚刚就应该知道，我的耳朵被曲燕金彻底打聋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一趟医院。你耳朵现在的情况很严重。医生看着我的片子皱眉说，坚持吃药外加带助听器的话，或许能减缓一点，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开了药，取完助听器之后，我看着卡里的余额发愁。娘家完全不顾我的死活，一心把心思放到弟弟身上。曲燕金恨不得我从他世界消失，更别提给我钱花了。这些年来攒下的钱快所剩无几了，要赶紧出门找份工作。结婚前家里嫌我的工作丢人，去公司闹事，逼我辞职。准备离开医院时，包里的手机响起铃声。喂，小李，嫂子你现在在哪？曲哥说他饿了。曲燕金的助理小李，之前有过几面之缘。小李战战兢兢地说，显然现在正在承受曲燕金的怒火。你们公司不是有午饭吗？我有些疑惑，曲燕金已经很久没吃我做的饭了。谁让你给他打电话的？曲燕金怒吼的声音从电话另一边传来。嫂子，你就当是为了解救我送份饭来公司吧，曲哥还给你买了礼物。小李央求几句，便急忙挂断电话。我透过医院的玻璃门看着自己肿胀的脸，打了一巴掌，给了一颗甜枣。谁让自己这么好哄呢？谁让自己犯贱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？更重要的是寄人篱下，不能不低头。我回到家，匆匆忙忙做了几道家常菜，顾不上自己饭都没吃，就给他送去公司。嫂子，你总算来了。曲哥现在在办公室里骂人，你进去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小李在前台来回踱步，见我来如同见到救星。我搭电梯上了顶楼，一打开门就听到曲燕金的怒吼：一群废物，连个策划案都做不好，还不赶紧回去重做。几个员工拿起策划稿抱头逃出来，还嫌不够烦吗？听到嘎吱的开门声，曲燕金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员工又进来了，正准备骂人，转身看见我拎着饭站在门口。你进来吧。见到是我，他脸色才稍微缓和一点，把饭拿过来。距离太远了，我听不见他说什么，也看不清他唇形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曲燕金皱眉，跨开长腿向我走来，一把拿过我手上的饭。聋子，这句话我听清了，抿着嘴没有回答。怎么又带助听器了？看见我耳朵里的白色机器，曲燕金有些不悦。我故意没说话，双手在空中比划了一番。每次看到你在这比划来比划去的就烦。曲燕金
不耐烦地摆摆手，示意我停下来。我就知道，10年了，他连最简单的手语都不愿意学。我刚刚比划的是我做的饭好吃吗？饭菜的味道很诱人。他边吃边感叹，吃了这么久的饭，还是你做的最好吃。我坐在他身旁，肚子没忍住咕噜噜地叫。你没吃饭？曲燕金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没来得及。我摇摇头，打算准备离开。坐下来。他拉住我，将碗递给我。吃吧。看着他手上的碗和熟悉的面庞，我感觉鼻头一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多久没这样了？我的爸妈从来没有爱过我。从我有记忆起，就是一个人生活。爸妈把我丢给爷爷奶奶照顾，后来老人家走得早，我就一个人待在老家，因此练就一身好厨艺。因为受不了舍友的性格，大学的时候忍痛用奖学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。我会在出租屋里做好饭，等他下课送过去。期末的我们时候经常一起复习，因为要省下钱来，所以每次吃饭都很节约。当时曲燕金也没在意，我们经常煮一份面分着吃。直到后来毕业后，他回到公司工作，我才知道他是曲氏集团的少爷。见我有些出神，曲燕金捏了捏我的胳膊。想什么呢？眼泪都快下来了。神经传来痛楚，我才回过神来。那些是买给你的，一起带走吧。曲燕金指了指沙发上的奢侈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对我的补偿吗？我扫了一眼，淡淡的说：让你带走就带走，别那么多废话。曲燕金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低声地说：没有再激怒他。我温顺地带走了他给我买的东西，离开公司时出门左转当掉了所有奢侈品。看着不断有钱打进我的卡上，我才感觉有些安心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，林微微才刚刚睡醒。她随眼惺忪打着哈欠从楼上下来，我们碰巧撞见，她趾高气扬地对我说：我饿了，去做饭给我吃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眯着眼睛看着她，厉声呵斥道：像你这么失败的女人，有资格指责我吗？我勾勾手就能让她对我百依百顺。富家小姐又怎样？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滚出曲家的。林微微手扶着楼梯顺势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一脸得意地看着我。安婶，我饿了，快点给我做顿饭。我待会还要去公司见燕金。林微微伸了懒腰，径直往花园走去。是，小姐。安婶低着头站在一旁，生怕惹怒了其中一方。一听到命令就马不停蹄地跑去厨房。我阴沉着脸盯着林微微的背影，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了。直到一丝丝血顺着手掌流下，我才张开双手。突然间手机铃声响起，我接起电话。今晚回来一趟。爸爸语气冷漠地说。什么事？从前对我一直不闻不问，只把弟弟当他们孩子，现在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能有什么好事？回来就是了，记得把燕金也带上。对面的语气稍显不耐烦，说完便挂断了。我给曲燕金发去消息，让他今晚陪我回娘家一趟。没空。曲燕金过了几分钟回复，便再无下文。我长舒一口气，出门打了趟车前往白家。来了。我刚摁响门铃，里面就传来妈妈急迫而亲切的声音：怎么就你一个？她见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门外，还伸头左顾右盼寻找另一个身影。燕金有事，今晚来不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妈妈的笑容瞬间僵硬，没好气地开门让我进来。真是没用，连个男人都拿捏不住。弟弟见只有我一个人进来，忍不住嘀咕几句：那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，
除了靠家里上位，还能干什么？我冷笑一声回击道：你。弟弟脸一下子就涨红了，支支吾吾也没说出几个字。谁让我说的是事实呢？没大没小，说的什么话，成何体统？见自己宝贝儿子受委屈了，父亲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呵斥我。教训对姐姐出言不逊的弟弟，还被冠上没大没小的罪名，真是讽刺。今天叫我来做什么？我顺手拉开一旁的椅子，顺势坐下。桌子上精心布置的晚饭不可能是为我准备的，准备室里面有个招标计划，我们公司想要拿下有些困难。你去何燕金说一声，让他帮帮忙。爸爸开口说，虽然是请求的话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思。那个招标我记得屈氏也想吞下吧？你凭什么觉得屈燕金会把到嘴的肉吐出来给你？你想让我给我亲爱的弟弟铺路，想都别想。我慢条斯理地切开眼前的牛排，嘴上说着冰冷的话，心却微微抽搐发疼。本来以为这么多年来早已习惯了家里人的冷漠，但是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还是会难受。我不是爸妈的孩子吗？怎么就没想过要爱我？现在不是在请求你，只是通知你。想不到我会拒绝。爸爸有些恼怒，起身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我们白家养你这么久，你就不懂得回报吗？供你吃供你穿，让你读书，有哪一点亏待你？没有白家，你还想成为屈太太？别做梦了。就是呀，秋心，你就应了你爸爸吧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再说了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公司做大了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妈妈插嘴指责了我几句，我气得全身发抖，感觉一股寒流在身体流动，心都快碎了。我咬牙切齿地说：有本事你们当着屈燕金的面说，我是不可能帮你们的。从今往后，我和你们白家没有任何干系。我摔门离去，后面传来妈妈急切的声音，但是距离太远，我已经听不清了。站在大街上吹着寒风，感觉整个人还在抖，已经分不清是因为寒冷还是心痛了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在大街上逗留了一会，才打到车回去家。回到家时，大厅已经关灯了，林薇薇应该是回到了屈燕金给她买的房子。我带着一身寒气打开卧室房门，忽然间被人拽到了床上。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屈燕金一身酒气，整个人重重压在我身上。我回了家一趟，你不是说你今晚有事吗？我不动声色地想要抽身，但是他太重了，纹丝不动靠在我身上。屈燕金答非所问，一双丹凤眼含情地盯着我。你干什么？感觉到火热的双手抚摸着我的脖子，我抗拒地扭动起来。我们不是夫妻吗？屈燕金一句话又让我哑口无言。至少别开着灯。我捂着脸，生怕他看到我脸上的红晕一直晕染到耳朵。在黑暗中，屈燕金紧紧拥抱着我，我瞬间整个人都僵直了。微微，他说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旁边的被窝已经冷了，床头柜上还放了一张银行卡和便签，上面写着密码是我的生日。我默默将银行卡放进钱包里，还去银行查了一下，里面有200万。后面的一段时间过得还算舒坦，屈燕金晚上会回家吃饭，有时候还让我把午饭做好送过去。每次想到这，我都燃起了信心，或许他对我还有一丝爱吧。我试探性地问过屈燕金招标的事，他显得特别谨慎，我只知道他特别重视这件事。在网络上做的自媒体事业也小有成就，已经能够稳定运营了，好像一切事情都在步入正轨，
一个生命的突然到来却让我手足无措。我怀孕了。靠着厕所门，我捂着嘴看着手上2条杠的验孕棒，差点哭出声，心中泛起甜蜜而又苦涩的味道。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肚子。我的孩子，你现在出现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？我不知道曲燕金对这个孩子是什么感情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给予我的礼物。妈妈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绝对不会像你的外公外婆一样。我喃喃道，小心翼翼地收拾了验孕棒。我决定先不告诉曲燕金这件事，直到我开始孕吐瞒不住了，曲燕金才知道我怀孕的事情。你还打算瞒着我多久？曲燕金将报告单甩在我面前，面无表情地说，我没打算瞒着你，只是迟点告诉你而已。爸妈知道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叫我们今晚上去吃饭。我吹了吹刚涂好的指甲油，伸手敲了敲桌子。你想要什么？曲燕金眯起眼睛，眼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。我要你离开林薇薇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？曲燕金开口嘲讽道。我心瞬间像被刺中一样，脸上还要假装泰然自若的回应。你父母有多在乎这个孩子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我把这个孩子打掉了，他们迁怒于你，你觉得你在曲氏还会过得这么舒坦吗？我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，用手指挑起他的下巴。我什么时候都不要，只要你爱我。听说曲家在外还有一个私生子。他阴鸷地盯着我，一双大手抓紧我的手。你会后悔的。我轻轻一笑，将手抽出来吧。快去准备准备吧，今晚你可是主角。得知我有了孩子之后，曲爸曲妈对我的态度瞬间不一样了，还特地让保姆熬了补汤。在饭桌上，曲爸假装开玩笑地说，燕金，现在秋心怀孕了，你要顺着她点。外面不三不四的东西就别搞了，别让秋心受气动了胎气。从前他们二老对曲燕金的生活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今我借着怀孕一事向他们诉苦，他们也不能坐视不理了。我会的爸，我们恩爱着呢。曲燕金笑嘻嘻的回话，特地加重恩爱2字读音。大喜日子，秋心你要什么？尽管开口。大概是喝上头了，曲爸豪爽地对我开口。我不想要什么，但是我希望您能给我孩子留点东西。我温顺地开口。想要什么？尽管说。我想要曲氏的股份。此话一出，瞬间鸦雀无声。曲爸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看着我的双眼却透露着寒光。你疯了吧？曲燕金不可置信地开口。好。曲爸一口答应。不就是曲氏的股份，我给20%够不够？曲爸一开口，把曲燕金和曲妈都惊到了。要知道，作为曲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曲燕金也只有40%的股份，这一下子就是20%，谁也不知道曲爸是怎么想的。如果孩子流产了，曲爸顿了顿，看向曲燕金，这股份就归你了，秋心。虽然是和我说，但是这话却是说给曲燕金听的。这是一种警告，别妄想做什么小动作。我压住内心的狂喜，开口谢谢曲爸。你现在满意了？曲氏20%的股份够你和孩子一辈子不愁吃喝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曲燕金坐在驾驶位置，开口嘲讽道。我脑袋靠着车窗，看着外面滴答的雨点，没有回话，显得心事重重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曲燕金冷哼一声，嘴里吐出冰冷的话。我本以为曲燕金会遵守诺言，消停一段时间，直到我8个月身孕的时候，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简讯，是林薇薇传来的。照片里，她靠在一个男人的心口上，
笑颜如花。即使没有拍到男人的脸，我还是一下子认出他来了。曲燕金，这无疑是明晃晃的挑衅。我随手将简讯消息保存下来，立马拨打了我早就存好的电话号码。今天下午咖啡厅见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轻笑一声，我会让林薇薇知道惹怒我的后果。白小姐，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咖啡厅，一个戴着鸭舌帽、穿着格子衬衫的男人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。100万，扒出他所有消息。我甩出一张曲燕金给的银行卡和林薇薇那张照片，要求他在1星期内找出来林薇薇的所有黑料。男人默默收下钱和照片后便离开了。这几天室内一直是阴沉的雨天，还没等我坐下好好享受一杯咖啡，曲燕金一个电话打破我难得的休闲时光。爸妈出事了，现在立刻来医院一趟。我手一抖，杯子摔在地上，咖啡洒满一地。我匆忙赶到医院的时候，除了曲燕金坐在抢救室门前，还有另外一个高挑的男人。你好，我是曲礼安。见我气喘吁吁到来，曲礼安露出笑容向我伸手。我礼貌性地打了声招呼。不难猜出他就是曲家在外的私生子。虽然和曲燕金不是一个类型，但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好。曲燕金见状，一个跨步拦在我们中间，像一头护食的狼，恶狠狠地盯着曲礼安，把我护在身后。别碰他！曲礼安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，脸上依然波澜未惊，默默把手收了回去。爸妈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情况很严重，可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无视暴怒的曲燕金，曲礼安扭头对着我说。话音刚落，我掩面瘫坐在椅子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术室的灯才熄灭。医生，我爸妈现在怎么样了？见医生出来，大家不免也有些着急。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听到医生的话，众人沉默了。楼道内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在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些后事，还没来得及和曲礼安道别，曲燕金拽着我的手臂，把我丢上车。爸妈现在不在了，你还能靠谁？我说过我会让你后悔的。曲燕金如同君王般开口，冷冰冰的话直接判处我死刑。车内源源不断的输送暖气，而我却感觉整个人全身发抖，冷到身体和心都要没知觉了。我已经不奢求他爱我了，我只想好好和孩子一起生活。爸妈一走，他就迫不及待想要林薇薇进去家门了。那我们这10几年的感情算什么？离曲礼安远一点，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？他不过是觊觎你手上的股份罢了，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。曲燕金冷笑一声，对刚刚在医院的事情还耿耿于怀。别以为他不知道曲礼安在打什么主意，以为爸妈一走就能挤进曲室了。门都没有。下车。车刚到曲家门口，曲燕金开口将我赶下车。车外还下着倾盆大雨，我孤零零站在风雨中哆嗦。曲燕金将车开进车库，快我一步回到大厅。曲燕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用力拍打着大门，死命摇晃门把手，但是从里反锁的大门无动于衷，冷冰冰的合上。曲燕金站在阳台上，无动于衷的冷眼看着我，护着肚子蜷缩在门前，左手食指与中指夹着刚刚点燃的烟。我同意和你离婚，你让我进去，让我的孩子活下来。我撕心裂肺地朝楼上大喊，双手不断在大门上乱抓，留下一道道抓痕。指甲缝里鲜血沁出，阵阵痛楚从指尖传到大脑，肚子微微抽痛，我感觉有一股暖流流出。啊！我尖叫一声，
眼睁睁看着流出的血浸湿洁白的裙子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！我跪在地上苦苦央求里面的人开门，哪怕自尊心已经被人放在地上践踏了，也不敌失去孩子的恐惧。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活下去，我只是想用心做个母亲。不知道在风雨中度过了多漫长的时间，我觉得整个人晕乎乎的，下一秒就要倒下了。昏过去前，我抱着肚子，脑子里闪过这一生的片段：小时候父母的打骂，结婚时屈燕金的迟到，林微微的挑衅。许多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，形形色色的人在喊我的名字。秋心。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父母要给我取名叫秋心？只因为我不是男孩吗？可是谁又知道，秋心秋心，秋心未愁。迷迷糊糊中，有一个人着急地摇晃我的身体，双手环抱着我的身体。我贪婪地汲取对方身上的体温，是个男人。没等我细看，便眼前一黑，没了意识。等我再睁眼，已经是2天后了。洁白的天花板，风和日丽的天气。睡。我沙哑着声音开口：嫂嫂，你没事吧？曲里安见我苏醒，急忙给我递过来一杯水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想不到是曲里安把我送进医院，我有些意外。我不放心你，就跟着哥哥的车一路回家，发现你倒在门口了，还流了一滩血。曲里安有些担忧地说：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急忙掀开被子，却只看到平坦的小腹。孩子怎么样了？我抓住曲里安的手臂，近乎癫狂地大喊：孩子没保住！听到他的话，我愣坐在原地。一个即将出生的生命，就这样子说没就没了。我感觉哭都哭不出来，喉咙都发麻了。你没事吧？曲里安见我脸色一下子变白，有些担忧。嫂嫂，不用再叫我嫂嫂了。我冷静地打断曲里安的话。我很快就会和你们曲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今天下午要在律师所宣读爸爸的遗嘱，你要去吗？曲里安说道。去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咬牙切齿地说。白家、林微微、曲燕金，你们欠我和我孩子的，我会一点一点收回来。曲里安帮我找来了一套衣服和新的助听器后，便马不停蹄地带着我去到律师所。这差不多时间了，我们开始宣读遗嘱。律师看了看表，拿出早早准备好的遗嘱。不好意思，来迟了。我推门而进，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。曲燕金见我进门，有些惊讶，目光落到紧跟我其后的曲里安，脸色不由得冷了下来。根据遗嘱来分配，曲燕金获得40%的股份，曲里安获得40%的股份，白秋心获得20%的股份。一听到结果，曲燕金额头青筋直跳。这不可能，爸爸给这个私生子留了40%的股份，怎么可能？曲燕金不可置信地大吼，他实在是想不明白。如果2人股份相当，董事长的位置落到谁手上就难说了。如果曲燕金死死盯着我的脸，如果我把股份转让给曲里安的话，那么曲里安毫无疑问就要成为曲氏一把手，这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局面。哥哥，曲里安起身对着曲燕金露出一个温雅的笑容，以后请多多关照了。曲燕金冷冷开口，你想要带着我的妻子去哪？还没等曲里安开口，我甩出一份离婚协议让曲燕金签字。你做梦！曲燕金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一怒之下撕碎离婚协议。你现在不签，我总有办法离婚。我将前几天私家侦探传给我的照片全部发给曲燕金，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。这只是第一步。曲燕金看着简讯内的照片，
后槽牙都磨出声了。里面不仅有林薇薇和她的照片，还有她和各种各样男人的亲密照片。我同步将这些照片发给各家媒体，定会让林薇薇和曲燕金出名一把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头条热搜就爆了。曲家公子的婚外情，小三竟然还有其他金主，各种炸裂的标题层出不穷。为了自保，许多金主只能被迫和林薇薇断联，她一下子就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。喂，哪位？看着手机上未署名的号码，我露出一个微笑。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收手吧。对面传来林薇薇虚弱但咬牙切齿的声音。我没有理会她的道歉，挂断了电话。下一个到谁了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爸一脸沉重地看着眼前的合同。我出资让白氏度过这次难关，你把白氏的股份转让给我，让我成为董事长。我悠哉悠哉地说。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？董事长的位置是你弟的。妈妈第一个不服气，跳出来指着我鼻子骂。你别忘了，白氏资金链出问题是因为谁？如果现在我坐视不理，你觉得他还能这么舒坦地继承白氏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我现在是在救你们。好，我签。爸爸咬牙同意。你疯了，我们儿子怎么办？妈妈在一旁尖叫道。但是你要保证，绝不能亏待你弟弟。我保证。我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，将合同推到他面前。爸爸落笔签下名字，感觉整个人都苍老了。他叹了一口气。我拿起合同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去白氏了，但是是我第一次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。进来。我按响电话，让新来的秘书进来，把白氏这几年的账单找出来，所有有漏洞的地方全部给我查出来。对方领着命令出了门。我当然不会亏待我亲爱的弟弟，我只不过是在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喂，曲燕金给我打来的电话，属实让人有些意外。你在哪？我来接你。曲燕金有些干巴巴地说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白氏，我没有故意掩藏什么，爽快地回答了。我们今晚一起出去吃饭吧。曲燕金说的有些磕磕巴巴，到后面都快没声了。我应了下来，晚饭是海边的烛光晚餐。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眼前晃动的烛火，有些失神。怎么了，秋心？曲燕金有些小心翼翼地说，之前那样子对你都是我不好。他从身后拿出一束鲜花，单膝跪地对着我笑说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看着眼前的人，烛火在他脸上燃烧，眉眼还是少年时的模样。明明和年轻时没什么区别，却陌生到让我感觉像另一个人。我期待了多久的话，现在终于听到了，却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摘下助听器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对他比划，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的耳朵早在新婚你打的那一巴掌里聋掉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不知道。曲燕金面露震惊又愧疚的神色，倒让我有些意外。我这段时间特地去学了手语，你要是不想和我说话，那我们就用手语交流好不好？他把花放下，双手比划着生疏的手语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曲燕金，你现在的话到底又有多少是真心的呢？我转身离去，曲燕金抓住我的手臂，央求我不要走。如果你只是希望从我身上得到曲氏的股份，想都别想。我给他留下最后的忠告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下次再见面，只会是在法庭上。坐在出租车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地观察这个城市的夜景。这里是哪，师傅？我在窗户外看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玩味地问道。
这里是有名的红灯区咧。师傅露出一个暧昧的神色。几天不见，已经混到这种地步了吗？林微微，我感觉心情无比惬意，这才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。嫂嫂，你在哪？手机叮咚一响，曲里安给我发了条消息：见面聊。掉头来到曲里安公寓门前，我摁响门铃。曲里安还是一副谦谦公子的样子，微开的衬衫露出结实的腹肌。我上午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，怎么这么久才回复我呢？我等得要发疯了。曲里安暧昧地说。我无视他暧昧的话，自顾自地进门坐下。你要多少？不先喝一杯吗？曲里安站在我身后，高大的身躯挡住微弱的灯光，影子完全覆盖着我。长话短说，我无动于衷地开口：我就喜欢这么直接的。曲里安轻笑一声道：我要的也不多，5%的股份。可以，不过我要你上位之后扶持白氏，把曲氏手头上最大的招标给白氏做。曲里安收起玩世不恭的神情，思索片刻后才开口：嫂嫂胃口真大，不过不就一个招标吗？我给。一言为定。我笑笑朝曲里安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和曲里安达成协议之后，没过多少天，白氏的账单就出来了。不枉我出掉曲氏10%的股份补缺这个漏洞。5000万，你真是有种！我看着手头上的资料，不由得发自内心的嘲讽。单这件事，足够让我亲爱的弟弟入狱了。下去准备资料，准备起诉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开口问了一句：曲氏大选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白总，曲家二公子成为新的董事长。秘书毕恭毕敬地说。一打开网页，铺天盖地都是曲氏二公子的消息。满意的关掉网页，我回了趟白家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不是说你不会亏待你弟的吗？一进家门口，妈妈发了疯般抓去花瓶朝我砸来。我堪堪躲过，看着阴沉的爸爸和只知道哭泣的弟弟，心里无比惬意。挪用5000万公款，我争取帮忙减刑，难道还不够仁慈吗？我慢悠悠地走到弟弟面前，开口：收拾吧，等你进去了，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生活了。我扭头对父母开口，说出残忍的话：这都是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入狱，看着自己最讨厌的女儿接管白氏。开庭的那一天，我去旁听了。我亲爱的弟弟一听到刑期，吓得当场昏厥，爸妈头发都全白了。你这个恶魔，这辈子都别想好过！爸爸对着我怒吼。我无动于衷走出法庭。从小对我不管不顾的人，怎么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回了曲家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到自己新买的房子生活。曲家屋子内死气沉沉的，曲燕金抱着酒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秋心，你别走，我求你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你了。见我进门，曲燕金如同见到女神一般抱着我的腿。曲里安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慢慢架空曲燕金。无处可去的曲燕金只好一直待在家里借酒消愁。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走。曲燕金跟个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，死活不让我走。还不够，远远不够，我要让他完全失去一切，沦落街头，这才对得起我失去的孩子。法院见。我留下一句话，简单收拾一下东西，驱车回家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，我没有开灯，静静躺在大床上。窗帘外是宁静的海面，远处闪烁着霓虹色的灯光，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咸咸的海风扑面，而我却感觉生命从此刻才开始。不再是为了得到爸妈的关爱，不再是为了得到曲燕金的爱情，
不再是为了孩子。我的人生从此刻开始为自己而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